我这条命啊，生来就是给我嫡姐续血的。只因她命格娇贵，需以庶女之血温养，她背不住诗句，便用我的性命要挟我顺从。她嫌肤色不够白净，便强令我用汤药为她敷脸。才是大会上，她怕才思不济，接连3日取我心头血捕捉。我还未及笄，身上已经新伤叠旧伤，没一块好肉。终于等到中秋宫宴，我与太子一见钟情，太子许诺非我不娶，我感动至极，以身相许。我以为只要嫁人了，就可以摆脱嫡姐的阴影。可太子选妃那日，他毫不犹豫地将玉如意递给嫡姐，我心中郁闷，黯然接受太子移情别恋。可嫡姐还不愿放过我，她当众揭穿我非完璧。我的尸体被抛在荒野，被野狗分食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中秋宫宴那日。小姐，夫人说今天中秋宫宴，要你随大小姐一同前往。中秋宫宴，我竟然重生了！前世嫡母也特地吩咐，中秋宫宴一并带上我。众人皆知，这场宫宴是以中秋之名为太子相看世家贵女。上一世的我受宠若惊，以为是这些年自己的付出感动了嫡母，有了摆脱在侯府命运的机会。殊不知，一切都是嫡母和嫡姐安排好的。我的嫡姐沈知英生来又兼带一朵桃花胎记，相氏披颜，天生凤体，只是凤体娇贵，必须由同日出生的庶女同源滋养，方能大成。我便是那个同日出生的庶女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我滋养辅佐沈知嫣15年，从未有过反抗之心，为什么她与嫡母非要将我赶尽杀绝？初见我时情谊不似作假，又为什么选秀大典上临时变卦？小姐，夫人派人来催了。看来我的血真是好用啊！多谢了妹妹的心头血，我可是求了母亲好久，她才允了你与我一入宫。妹妹可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。我就信了沈知源这副伪善的模样，以为命格之说她不能左右，但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是真的。可现在回想起来，开蒙时先生要我们背的诗句不过寥寥数句，背错了。沈之鸾分明记住了，不过找个理由取我的血折磨我。他自幼被嫡母养得极好，最以为傲的就是一身羊脂白玉般的肌肤，怎么可能会真心觉得自己不够白净？才是大会，沈之嫣足足准备了2年，又何须引我的血临时抱佛脚？桩桩件件，不过为了彰显她嫡女的金贵。我在她眼里，从头至尾都是个溅到泥地里的庶女，是她予取予求的工具。姐姐，这个家只有你待我最好。今日我会好好侍奉你左右，听你吩咐。妹妹客气了，妹妹客气了，我们姐妹同心。今夜满朝勋剧都会前往，要是你能趁此机会嫁个如意郎君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也放心了。我终于知道他前世为什么用尽心心要置我于死地，幸好上帝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他想踩着我登上心心念念的凤座，绝无可能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伤害我的人都得他们应有的报应。在你母亲和嫡姐身边要乖巧，他们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别与你姐姐争，
多让让他，不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手腕取血的伤口还疼得厉害，姨娘一句关心也没有，只顾让我讨好嫡姐嫡母。前世也是这样，我信了姨娘在后宅的生存之道，最后落得个名声尽毁、抛尸荒野的下场。那时的我，多渴望有一个人能帮帮我，可太子没来，姨娘也只敢躲在刑场里偷看我。灵魂飘荡无所归处时，我也曾怨恨过。姨娘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入府前只是个歌姬，她能做的只有那么多。好，不像她的姐妹，倒像是她的贴身丫鬟。我在侯府本就受苛待，3餐都吃不饱，加上刚刚被取了一大碗血。妹妹可是身体不适，要不你先去偏殿休息吧。前世我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失身太子，这一世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宫宴之上，庶女脚步一崴，身形瞬间失去平衡，她重重摔倒，酒壶脱手摔落，酒溅了一地，丝竹声骤停，满殿勋贵纷纷侧目。皇后端坐于上位，眉头微突蹙，碎瓷片散落一地，酒液映出灯影，满殿寂静。沈家小姐身子不适，不若先离席回府吧。嫡母一心想攀附皇后，哪里肯因为我一个庶女，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白白失得当太子妃的机会。当今皇后是从龙时期就跟着陛下的，性格豪爽。娘娘有所不知，我家这个庶女惯会装柔弱，最厌恶后宅争宠的手段。娘娘不必太过忧心，她呀从小就爱用晕一晕并一并夺人眼球。起初侯府的人还心疼她，日子久了大家也习惯了。可如今是在宫中，欺君是大事，侯府再宠这个庶女，也不敢再纵着。娘娘明鉴，臣女并非有意殿前失礼，实在是为了给嫡姐绣《星月鸾英秋猎图》，臣女已经7天没合眼了，实在支撑不下了。前沈之嫣就是因为我绣的这幅得到了皇后的赏识，这是她顺利成为太子妃的最大助力。我倒是很期待皇后得知沈之嫣连绣贺礼都假手于他人，会是什么反应。哦，是你绣的？是臣女绣的。那幅绣品，娘娘夸了好多次，豪情万丈，不幸贵阁女子的手笔。说有娘娘年轻时的风范呢，居然出自一个庶女之手。沈之渊可是京都第一才女，居然抢一个庶女的东西冒充自己的，这可是大不敬之罪。到了现在，你居然还敢抢你嫡姐的东西！在私学时，你偷偷换掉你嫡姐的书册，任由你嫡姐在先生面前出丑，自己却冒头抢答，出尽风头。8岁时，你在你嫡姐茶水中下药，害她一连三日腹泻不整，错过当年的春日雅集，硬生生断了她拜入大儒门下的前程。5年前，你嫡姐一曲空灵音名动京都，可你偏偏要说是你弹的。你嫡姐次次都与我说你是妹妹，她该让着你，还想求得你参加这中秋宫宴的机会，不然就凭你一个庶女，连迈入皇宫的资格都没有。如今你居然恩将仇报，在皇后娘娘跟前构陷你嫡姐，世上怎会有你如此恶毒之人？小小庶女，心比天高，心如毒蝎。母亲，您别怪妹妹，妹妹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左右不过一件小事，妹妹喜欢便给妹妹就是。后娘娘，一切皆是臣女的错，是臣女偷了妹妹的东西当贺礼，臣女甘愿受罚。混账东西！看看你姐姐多识大体，到现在你还要你姐姐为你顶罪吗？请皇后娘娘还臣女一个清白。哼，自寻死路！皇后娘娘，沈婉宁撒谎成性，这件事找她的亲生姨娘一问便知。
回禀娘娘，奴婢盘问了沈二小姐的姨娘和婢女，她们都能为沈大小姐作证。新月鸾鹰秋猎图是沈大小姐亲手绣的，刚刚侯夫人所言皆为事实。哼，沈二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来人，把沈婉宁打入慎刑司。等等。皇后娘娘，您那么喜爱星月鸾鹰秋猎图，定是有缘由的。如果这幅画真的是沈知渊绣的，她一定知道。皇后的一个眼神，便救下了即将被拖走的沈婉宁。但此刻，殿门突然被推开。阿渊，你没事吧？母后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阿庸的人品，你还不信吗？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审问阿鸾，叫他日后如何见人？事前我半价的阿鸾，殿下是否一兴起，明日就忘了妾是何人？故一辈子都记得你，只爱你。原来如此，果然如此。他身子不爽利，就让他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。接连几日，又是刺绣，又是刺绣，又是放血，我浑身的力气几乎被抽干。我一定能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今日的事，查个水落石出，于皇家，于侯府都好。沈大小姐可否解释一下，为何送本宫这幅《星月鸾鹰秋猎图》？臣妾愿皇后娘娘凤体康健，如约之恒。你说。皇后娘娘心系山河，损如娘娘年轻时，伴随陛下征战，自由翱翔，巾帼不让须服。松竹如娘娘现在清风微然，从前过往，您的一生如皓月圆满，守护社稷，求人得人。我的头刚刚好疼，一时太难受才忘了秀作的寓意，娘娘，至于命格娇贵，身子弱，一犯病就记不清事儿。她待沈婉宁极好，姐妹俩私房话，说过秀作的寓意，沈婉宁能知道，并不能证实什么。您不能白白冤枉了知渊。我喘不过气来，好难受。阿渊，你别怕，有姑护着你。我这就让母后把这个搬弄是非的贱人斩了。沈婉宁，后把这个搬弄是非的贱人斩了。沈婉宁，你闹够没？为着那么点小事，你要逼死你姐姐吗？刚刚我差点被皇后处死是小事，我为自己讨回公道，却是要逼死沈知渊。再说我错了，可我什么错都没有。星月鸾鹰秋猎图是臣女所作，与姐姐毫无关系。住手！她可是能兴天下的桃花凤体啊！我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我梦见了许多从前的事情。12岁那年，杏花微雨，我随嫡姐前去庙里祈福，偶遇一位老者。你命格贵不可言。他捋着胡子说我命格贵不可言，我以为是我跟在嫡姐身后，又与嫡姐长得6分相似，她认错了人。当时
他留给我一枚玉佩就走了，一直到上一世太子的炫秀大典上，我才知道他是当朝国师。国师。我昏迷了7天7夜，待我醒来，小桃已经在我身边。她见我没事，她才松了口气。她与我说了昏迷期间的许多事。皇后怜惜我，许我在后宫养伤。沈之患欺君之罪，原本是要打入死牢的。嫡母护女心切，为她揽下了所有罪名，当众廷杖50。沈之英死罪可免，可无论如何，活罪是躲不过的。她被关在天牢里，等陛下裁决。我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侯府，关在天牢里，等陛下裁决。我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侯府，第一个来看我的竟然是嫡母。沈婉宁身子可好？我的生母，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她对我如此关心。我点点头，知道她一定有所求。二丫头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认识国师的，但他非说你是桃花凤体之命，这原是相师批给你嫡姐的。他额间的桃花胎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到底是侯府出来的，我不想与你计较这些。只用身子娇弱，定是受不了天牢那种安糟之地。你与国师交情好，皇后又赏识你，天牢那种安糟之地。你与国师交情好，皇后又赏识你，你能不能为你嫡姐求情，放她归家？哼，日后你假命格之事被揭穿，侯府也定然护你。我当了沈之约10年的血宝，好几次发着高烧也要取血，险些丧命。他从未怜惜过我片刻。沈之约只是关在天牢中，他却要逼我为他求情，凭什么？母亲，7岁时您罚我跪祠堂，姐姐在垫子上塞满了针，我说疼，能不能换块垫子？您还记得您怎么说的吗？那时他说垫子松软得很，跪着吧。后来我的膝盖落下顽疾，大夫说再多跪半个跪着吧。后来我的膝盖落下顽疾，大夫说再多跪半个时辰便彻底伤及，根本无法复原。阿渊如此善良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十恶不赦的妹妹？那日阿渊约了与我在御花园相会，他与我早已两情相悦。鸡蛋发泄着他的不满，没有一句话关心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我。也是，今生我们从不相识。太子不妨查查宫宴上的酒水，你的随身用品，还有那日真正要和你相会的人是谁？你要和你相会的人是谁？你还想陷害阿婉？和我一起去向母后求情！殿下，沈姑娘要休息了，您请回吧。但我知道他会查。沈之英的好日子没几。皇后时常来看我，也会陪我说话。她私下里很是温柔，与那天宫宴时完全不一样。这些年我大小伤势不断，几乎日日在为沈身体损耗了很多。她请了御医专门为我调理身子，一切等我养好身体再说。又过了1个月，沈之英很多。她请了御医专门为我调理身子，一切等我养好身体再说。又过了1个月，沈之英还是被侯府接了回去。听说太子跪了3天3夜，嫡母回娘家求来了父兄用军功换的免死金牌，换回了沈之英。我的身体在精心照料下，终于渐渐好起来。可嫡母又一次进宫。姐姐身子不适，只有你的血能治。我看她自身难保，还在为亲生女儿奔波的样子，只觉得可悲又可气。母亲，我身子也还没好全，这血我取不了。放肆！本宫倒要看看什么命格要自己的妹妹放血续命的。太好了，皇后娘娘，真是太好了！只要国师看了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嫡母以为是沈之渊天生凤体的命格，终于能被天家认定了。母亲，有会真相大白。嫡母以为是沈之渊天生凤体的命格，终于能被天家认定了。母亲，有没有想过？许多真相可能并非真相。闭嘴！你姐姐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？到现在你还想诋毁她？叹了口气，真是执迷不悟。皇后和太子早已查明了所有事，一切不过等个由头清算罢了。父亲听说皇后娘娘亲自带着国师和御医要来给沈之英看病，早早穿好官袍，亲自迎接。我已经好了，各位不必费心了。我在心里笑了，面上却满是关心。姐姐，一次好了，不代表往后都能好。你这需要我写的毛病10几年了，哪能说好就好？不如还是让御医看看，大家都放心。沈大小姐六脉匀和有力，脏腑安稳，神气完足，是10足10的康健体魄。老夫行医数10年，
从未听说有什么病症需要靠旁人的精血治疗的。志云是向氏拼命的凤体，命格无比娇贵，因着这个原因，才需要家里庶女的血的。天生凤体之人慈悲刚毅，怎么可能需要他人用血供养？更何况凤体之人一代仅一人，这人便是沈二小姐。怎么可能？向氏明明说他额心的桃花胎记就是证明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桃花胎记是他派人画上去的？沈大小姐额中胎记是用朱红画上的，寻常清水不能洗掉，但盐水可以。以盐水。怎么会这样？桃花凤体怎么可能是一个卑贱的庶女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宠了15年宝贝是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我与沈之欢同日出生，当时天降异象，吸引来向氏。向氏的确感受到侯府贵邸命格极为贵重，但他是从我身上感受到的，而非沈之渊。当时姨娘为了给自己的女儿谋个好前程，早已让人将我和沈之渊调包。本来那抹桃花胎记是在我的额间的，姨娘硬生生将我的额间胎记弯曲，谎称不小心将我磕伤了。姨娘之女本就无人在乎，她又收买了沈之源的乳娘，将胎记画在沈之源的额间，为了沈之环骗了所有人。我的存在终究是个隐患。他又让向氏编出要以我的血温养沈之英的荒唐言论，这一套组合拳瞒天过海，让我硬生生给沈之鸾当了15年的血包。都是假的，我才是凤女。假冒凤女久了，连他自己都差点要信了。太子救我！太子，他们都害我。可这一次，太子没有丝毫护着他，只有令人胆寒的黑。贱人，你竟然敢算计姑！前世，沈之渊用自己的名义将太子约到御花园私会。他深知自己的命格是假的，只有我这个真正的桃花凤体命格与太子春风一度，才能完成龙凤合璧的命数。这样，她嫁给太子后也能顺利瞒天过海。我彻底没了用处，他才故意辱我民警。借皇上皇后的刀将我杀死。殿下，你说你爱我，会护我一世啊！辛德爱，你与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。这个镯子不是你的。那年随父亲秋猎，我曾捡到过一个受伤的少年，我想我的血能给嫡姐治病，说不定也能救他。少年微微睁开眼睛时，嫡母派人来找我，我慌忙离开。他没看清我的脸，却记住了我的镯子，而这枚镯子在后来也被沈之欢夺走了。他的命格，他与太子的感情，都是假的。对不住，我认错人了。桃花凤体是整个大殷的祥瑞，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混淆嫡庶血脉，你怎敢！苍天不过去，我自己如淬个公平，何错之有？婉宁，你想如何处置你的姨娘？眼前这个养了我15年的女人，她任由我被沈之渊欺负，帮助沈之渊做伪证，毁我清白。她是我一切悲惨命运的源头。就让姨娘亲眼看着沈之渊行刑吧。沈之渊犯下大错，死罪逃不掉了，我不必处置姨娘，只需要让她亲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。男人凉薄，对谁都是。父亲眼中只有朝政爵位，后院哪个孩子更有出息，死了哪个姨娘都与他无关。我深知，他如今愿意温言与我相交，是因为我的命格，皇后的认可，我的前程。皇后赐下新府邸，金银珠宝、珠钗玉器、绫罗绸缎，我一贯没有。沈之渊贴身丫鬟的吃穿用度都比我好，他眼中有许多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绪。两世母女情分，
今生我护他一命，也算全了他的养育之恩。育之恩。婉宁，他跨越千里而来，只为见他一面。是我对不住你，我误以为知渊是那个救我的女孩，其实你才是，对不对？对。婉宁，做我的太子妃吧。这样的话，我前世听见，感动的落泪，心想，为这个人去死我也愿意。可这一生，我已经明白，男人的情爱皆有因果，他爱的是心中执念与幻想，从来不是我这个具体的人。他对我深情表白，具体的人，他对我深情表白，也只是因为我在救命恩人的位置上，满足了他对宿命感的幻想。太子，我们男未婚，女未嫁，请您顾及臣女名节，谨言慎行。太子也不气恼，反而更有了追我的动力。他日日差人送来金银珠宝、外邦进贡的稀罕物，随礼物送来的还有信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看完笑笑，嘲弄至极，多余的部分便卖了换钱，物质转化，接济城外的灾民。伪善与真善对比，荒诞讽刺；伪善与真善对比，荒诞讽刺。婉宁，你还不肯原谅姑吗？沈姑娘，太子殿下一片真心啊！沈姑娘，就见见太子吧。可我知道，他爱的是心中的爱情绘本，他只是需要我这个演员配合。前世沈之嫣占据了那个位置，他便对我始乱终弃，眼睁睁看着我因为他的冲动被五马分尸。好，我嫁给你。望着太子眼中翻涌，的狂喜，我心中无波无澜。这些日子，我早就想清楚，我现在过得舒坦，那是仰仗皇后。皇后选中我，看重的是我的命格与心智，她要的是能辅佐太子坐稳储位，镇得住后宫前朝的贤内助。我的命格是福也是祸，如果我不嫁给太子，皇后也绝不可能让我活着辅佐另一个明君。而太子，他要他的救命恩人，他的白月光执念，正好能为我所用。这一世，我如愿嫁给太子，为的却不是情爱。婉宁，婉宁，婉宁，往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前世的情动早已死在刑场上，死在他毫不犹豫选择沈之欢的那一刻。我不爱他，可我会好好利用这份偏爱，为自己铺一条通天路。婉宁，是母亲糊涂，是母亲瞎了眼，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委屈了15年。母亲多虑了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往后我们像这样就好。他苛待我我们像这样就好。他苛待我15年，无言求我原谅。我能理解他，为人母者护着自己认定的亲生女儿是天性，可过往种种，他对我的狠心，他不顾我死活，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能理解，却不原谅。沈之渊被判重罪，处以极刑。大婚那儿，你想要什么新婚贺礼？沈之渊与臣女本是同根生，如今臣女太子大婚在即，不如免了他的死罪吧。他作恶多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臣女听闻宫中近来宫人多有体弱入虚血之症，不如罚他入内廷医坊，每日取血配药，救治那些太监宫女。沈之嫣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金贵血脉，最看重的就是金贵血脉，最鄙夷的就是他口中的下等人。让他日日放血，去救他看不起的贱籍之人，让他从云端跌入泥沼，活着受辱，比一刀杀了他更让他痛不欲生。旨意传到天牢时，他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。然而听完完整的处置，他才明白，这不过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毒血心口。第二日，他被捆着押出天牢，往内廷医坊而去。每日辰时准时调养，每日辰时准时调养，少一次都有嬷嬷按着灌补药，养足了气血再继续。善长乐万岁，久久殿宇。此生唯我一后，再不立妃。皇后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是朕此生挚爱。他爱吗？或许是爱的，可他爱的从来都是秋烈林中为他写的模糊身影，是他想象里温柔善良模糊身影，
是他想象里温柔善良的白月光，不是眼前这个双手沾血、满心算计的沈婉宁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他的爱，我需要的是皇后的权柄，是能左右朝局的力量。第2年，沈婉宁生下皇长子。皇帝大喜，当即下旨大赦天下，殿内摆满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，几乎要堆满整座宫殿。前朝琐事常与他商议，神色信赖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场情深里全是我的步步为营。往后，朕要与你携手看这万里江山。茶里放了慢毒，携手看这万里江山。茶里放了慢毒，无色无味，只需每日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先是精神不济，再是脏腑衰败，最后油尽灯枯。前世我死在他的选择里，死在皇权的碾压下，这一世他该还了。婉宁，朕走后，你和皇儿……陛下放心，臣妾会守好大印江山，护好我们的孩子。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权倾天下，有人私下议论，说我辟姬私臣，说我野心勃勃。男人做得的江山，我为何做不得？前世我委曲求全，只想求一份安稳。这一世我步步为营，终于站在了这权力的顶峰。从今往后，再无人能左右我的生死，再无人能将我视作蝼蚁。